第一次见谢乔洛是在酒吧里面，我只是随意一瞟，就被他牢牢吸引了目光。他的眸子慌乱，像是乱入光怪陆离世界的兔子，干净谨慎，一看就是新来的。他被几个学姐带着，我一眼就认出了这是谢家那个宝贝得紧的小儿子。我愣在原地，这种干净的小白兔对我有种莫名其妙的吸引力。他聚集了很多目光，在酒吧，好看的人总是会受到注目，更何况谢乔洛肩宽腰窄，穿着宽松的白色 T 恤，都能看出来这人的身材，真是极品。我突然间心跳快了几分。旁边的官月看看我，谢家小公子长得真好看。好看。抿了口酒，饶有兴趣的看着他们玩游戏。那边显然除了谢乔洛都是手熟的，掷骰子的手都快翻出花了。而反观谢乔洛，他有些笨拙的拿着那个骰盅，甚至还有几次那骰子绕过他的手掉了下去。他输的极其频繁，喉结滚动，一杯一杯的酒下肚，他的脸上已经开始红了，眸子里面已经有了醉意。更好看了。旁边的官月拍拍我的手，朝着那个方向指了指。那个领头的学姐往他的杯子里面放了东西，动作娴熟，显然是老手。在酒吧里的药，用脚趾想想都知道是什么药。但是显然谢乔洛没有发觉。他在第7次输了之后，再次举起了酒，透明的黄色酒在光下显出了光。他拎着杯子就要下肚，真是笨。我走了过去，抢在他喝下去之前拦住了他。这是合作伙伴家的儿子，可不能在我的酒吧出事，那样罪过就大了，少不得家法。他看有人来就傻笑，那个你有什么事情吗？我将他搂过，又看向因为我的到来有几分错愕的人。凑近了，我才认出他们几个。上次骗炮被挂到校园墙的那几个，老子最讨厌的一群人。有人好像已经认出我了，有点直蹦。程学长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和关月2个人，家里有钱，放荡不羁。有个不怎么雅但是响亮的绰号叫迪厅双子星，整个京师大学城都知道。也因为这个，酒吧里常常有人来蹲点我们。我朝他们危险的笑笑。上次我记得我说过，这里那些骗炮的别来吧。还来我家酒吧？这么会玩，我一字一顿，不要命。为首的那个笑容突然僵住，他的眼神不自觉地瞥向那个被下了药的杯子。那杯子因为我的到来被谢乔洛放在一旁，半个杯子探出桌子，摇摇欲坠。他伸手去拉谢乔洛，顺手将那个杯子打落。那我们换一家吧，乔洛，走吧。那碎片炸开，里面的酒液也跟着溅出。谢乔洛歪了歪头，伸手去骗炮。什么炮？意大利炮，蠢死得了。我搂上谢乔洛的脖子，乔洛，我清楚地感受到了谢乔洛身体的僵硬，他的呼吸粗重了2分，扭头定定地看着我。他是寸头，头发硬硬的扎人。若是他真的是狗狗化形，现在脑袋上的2只耳朵应该在疯狂地摇。我警告他们，谁让你们对他叫这么亲密的？不顾警告来我酒吧，还下药，胆挺肥啊！为首那人打了个寒战，随后讪讪的笑，学长，我不知道。不好意思，我沉声吼道，还不快滚！那群人很快作鸟兽散了。我放开了谢乔洛的脖子，示意旁边的侍应生叫经理过来。被突然放开的谢乔洛有几分呆愣，他嗅了嗅，随后有些呆愣的过来扯我袖子。你为什么放开了？还没等我说话，酒店经理便赶了过来。程少，我抬抬下巴，指向旁边的迷糊的谢乔洛，给他找个房间，交代完事情，我便想走。谢乔洛又用了几分力气，死死拽着不让我走。见我看他，他就露出一个讨好的笑容。我不要他们，我要你。我皱了皱眉，有点好笑，赖上我了。他很用力的点了点头，说话的时候
还顺带打了个酒嗝，喊得异常响亮。老婆，罕见的发善心，还被人罕见的缠上了。有人发酒疯唱歌，有人发酒疯跳海。我怎么都没想到，谢乔洛发酒疯和别人谈恋爱。经理站在一旁左右为难。程少，我深呼吸了一口气，心道刚刚不应该自己来的，没事，我来处理。待经理走之后，我低头看着抓着我手蹭的谢乔洛，他乖乖的笑着，用脸颊在我手上蹭着。我叹了口气，喝不了还喝。我蹲下摸了摸他裤子口袋，发现里面根本没有手机。于是我抬头问醉鬼：“你手机呢？”和脑子一起丢掉了。他打了个响亮的嗝。刚刚他们说来酒吧不能带手机，这是江湖规矩，神他妈江湖规矩。见我没说话，他就软软喊：“老婆。”我解释道：“我刚刚只是权宜之计，怕他们闹。”老婆毫无作用的解释。我试探问问：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谢乔洛眼睛突然亮了起来。我知道，我命中注定的。老婆，他把脑子喝没了。老婆轻轻我一把拍开他的脸，深呼吸了一口气。错了，我是你爹，现在给你爹起来。他不依，一把把我抱在怀里。不嘛不嘛，老婆亲亲。我伸手推开，不想和面前的醉鬼一般计较，跟我来。今天你先在我这里休息。面前的人一下子扭捏起来，他卖萌：“老婆，哥，我还没准备好。”真的要这么快吗？这人脑子里面到底在想什么？我满头黑线，秉承着送佛送到西的理念，疾步向前。是，你还不滚过来！谢乔洛听到我承认，立马双眼放光。他抬手敬礼：“好的，老婆，我马上滚过去。”说完，他就雀跃的奔向我，在即将靠到我的时候，被我侧身闪开。他抬眸看我，一拉了耳朵：“老婆，为什么不给我抱抱？”说着就要掉眼泪。我要抱抱。我真的生气了。我看着他，比我高了一个头，夹在这撒娇打赖。他见我没说话，又难过：“老婆，我们今天是一起睡吧？”我震惊的想着，谢家这种名门望族，居然教出了个这种玩意。顺着他的话：“你和我今天吵架了，所以不能一起睡。你听懂了吗？”谢乔洛低了头，眼眶红红的低了头。好吧，老婆今天生气不给睡，那我一个人睡觉。他看着我，暴毙：“切，我才不稀罕，不就是没有老婆吗？我一个人也可以。”他疯狂瞟我，像是要看我有什么反应，自以为很小心翼翼，却早就被我看穿了。我失笑，伸手将刚刚经理给的房卡递给他：“好，你一个人去睡觉。”谢乔洛拿着那张卡，愣了几秒，看着我有点怨气，思忖几秒之后，飞快在我的脸上亲一下：“老婆晚安吻。”我自己去睡觉了。爱你老婆。他的气息喷洒在我的脸上，莫名其妙的有些痒。我攥了攥手，思忖着不远处跑开的人，心脏跳得有几分剧烈。手机适时响起：“关月，搞什么飞机？被下药了，我英雄救美一把。”关月，你不会打这小子主意吧？你平时浪浪就算了，现在可别。谢乔洛可是谢家小儿子。他沉默一瞬，随后第二条信息发了过来：“关月，说真的，你真觉得你在这小子那里是英雄？这不知道，反正他长得挺美。关月，你那个高岭之花下神坛的恶趣味不会又来了吧？”我的心脏口有一种名为挑战欲的东西慢慢蔓延开来。酒吧的音乐喧嚣，舞池里面人影闪动。我魔掌了一下手指，那里还残留着刚刚谢乔洛的触感。他的头发有点硬，蹭着我有点痒，但是他的脸又该死的软。我笑了一声：“你怎么知道谢乔洛？”我在心里面咀嚼了一下这个名字。等着吧。谢乔洛比我动作还快。准确来说，他在酒吧说的那句“我是他命中注定的老婆”似乎一语成谶。他真来找我告白了。
他捧着一束花站在阳光下面，见我来了，他兴奋着，学长，他冲我招手，随后将花递到我手里。他看着我，眼里面的光忽闪忽闪，像是第一次和别人表白。他有点害羞，学长能给个联系方式吗？他的手因为紧张不自觉攥紧，甚至有几分发白。我有点好笑，你和我就见了一次，没听过我的外号吗？他显得有些犹豫。没事学长，我相信你不是那样的人。而且我，谢乔洛支支吾吾，不相信。外面的那些都是实打实的留言喜欢我呀，学弟我眯了眯眼睛，反唇相讥，但是我不喜欢你。谢乔洛脸显出错愕，他看着我，眸子瞪着，像是想说什么，却被我另一句话堵回去。你又搞不定我，要我联系方式做什么？我伸手拍拍他的脸，小废物。我将那束花打落在地，朝着旁边的关月笑了笑，随后抬步走了。关月往后看了看，谢乔洛愣愣地盯着地上残破的花瓣。揶揄，你这不是看上了吗？我轻笑一声，老子不喜欢这么没劲的。我的声音足够大，身后的谢乔洛也听到了。怎么的，还想自己调教？我挑眉，不可以吗？关月看着假里假气，人家不知道愿不愿意哦。我往后看了看，后面的谢乔洛蹲下来，将被扔掉的花捡了起来。于是我笑，会愿意的。后面几天，谢乔洛来我酒吧的频率高了不少。他从原来的卫衣逐渐变成了白衬衫。旁边的关月惊奇，真被你说中了。我眯着眼睛看他，你不懂，当时告白，谢乔洛的眼里面是那种纯粹的喜欢。关月补了一句，不过真他妈纯。在我们谈话之际，谢乔洛就坐到了吧台。我闲暇时候会在吧台调酒，也每每都能看到他。谢乔洛侧身往吧台一坐，一杯 Alexander。 我挑眉笑道，这次做攻略了。他显得有点拘束，像是被人戳破了心思。他来了很多次，这是第二次敢坐到吧台。第一次他过来说了一句，把你们这里好喝的都来一遍。我冲他笑，好喝的？他突然就羞红了脸，意识到自己说的不对。我开始摆弄起调酒器，不多时，那杯白色的 Alexander 就摆在了他的面前。他低着头，像是有些自暴自弃，做了攻略。没怎么学会。我皱了皱眉，起了兴趣。谢乔洛，我教你。我伸手将他扣得严严实实的衬衫扣子解开2颗，将胸前的皮肤裸露出些许。你是来酒吧，不是去汇报。表现的熟练一点，撩一点。我轻声，我和他拉开距离，擦了一支烟。火光照进了我眼睛，烟雾缭绕，顿时我看不清眼前人的面容。过来了一个人点酒，我刚打算过去，就冷不丁被拉着手腕。谢乔洛看着我，伸手又将扣子解开几个。那你教我。学长，接吻怎么接？他露出的地方是这个年纪的男人利落又不失结实的线条，像是突然开了窍，脸上露出了惑人的笑容。我将视线转到他的脸上，他脸上学会了，耳朵红得彻彻底底。我的声音含着笑，又带着几分恰到好处的戏谑。好啊！我吸了烟，拉着这人的领子就猛地扣下，两唇相碰，那烟气就顺着接触的地方朝他的喉咙席卷而去。对于不抽烟的人，那烟气是会刮人喉咙的。他耐不住地咳嗽起来，我因着也拉远了和他的距离。见未尽的烟雾吐出，饶有兴趣的看着不远处的他咳得满脸通红。我嬉笑，学不会就好好练。他定定看着我，眸子里面都是恳求。你陪我练。我像是被蛊惑了。好啊！收工之后，我在门口看到了谢乔洛，他的衣服扣子再次被他扣了起来，他的衬衫穿得严严实实，低头无聊的踢着石头。还在呢，被我的声音吓到了，他手忙脚乱的开始扯扣子。我觉得有几分好笑，抬手阻止。你干嘛呢？谢乔洛愣了一下，喃喃道，你教的，我以为你会喜欢。我罕见的沉默一瞬，我会喜欢。我抬眼对上他的眸子，带了几分软软的委屈，是全然的喜欢。他默了声音，
脸上挂出了几分羞怯的红色。我突然想到关月说的那句话，真他妈纯。我突然心下有几分软和，抬手勾上谢乔洛的肩。他比我高了一点，正好是能勾到的地步。心跳似乎快了几分。宿舍门禁了，他乖顺的点了点头。得，今天去我那里睡。他的绯红蔓延开来。不好吧？看着他的神色，我开玩笑似的上下打量他，别想太多。你不是我喜欢的型。我喜欢浪的。他突然沉默，看了我半晌，像是不明白这句话。瑟瑟的冷风中，他的喃喃低语飘散在风里。浪的。我将副驾驶的车门给他拉开，做了一个请的手势。夜里风凉，放在兜里面的手机发出震动。关月的消息，你信不信？谢乔洛绝对浪不起来。我赌我新车，我回复试试。那天之后，我开始带他出入各个聚会。谢乔洛学东西快得要命，从原来的小心翼翼，后面也开始玩一些暖妹的小游戏。我照单全收。我和他说我喜欢浪的，但是我自己是3不沾：不上、不玩已婚、不承认关系。谢乔洛加一条，他不亲嘴，或者说他只和我亲。我很享受这种独一份带来的优越感，但是事情似乎超出了我的掌控，心脏不受控制的跳动让我有几分不耐。酒吧里，谢乔洛坐在我旁边，气氛很热。谢乔洛手上把玩着骰子。谢乔洛的手长得极其好看，骨节隐约可见，褪去了青涩，他像极了另一个我，薄情寡义。现在是抽鬼牌，抽到王的人下命令。谢乔洛嘴角扯着，漫不经心的翻开面前的那张牌。王。他的眸子极快的掀开笑意，露出了风流的神色。哟，那我右手边第一位，亲一下我。右手边第一位是我。按理说没这么玩的，他却定定的看着我。他朝我眯眼笑，玩得起吗？学长，是以大家都看着我。我皱眉，翻身上去，压着谢乔洛，真亲。亲哪？两人之间的气氛一下子因为距离的拉近而变得暧昧至极。我笑道，不是不让人亲。他的声音沙哑了几分。不一样，我有了几分兴趣，心脏不受控的感觉再次袭来。多不一样？他有几分燥热，伸手扯了扯领带。我喜欢你。所以你不一样。我愣了愣，这一记直球让我猝不及防。我突然笑出来，还不死心。他按住我的背，让我弯腰去和他亲吻，死不了心。他的嘴唇颜色淡，此刻被亲得嫣红。程修，和我在一起吧。两人的心跳声交织，清晰的传到了我耳朵里面。心跳在那一瞬间跳得飞快，当我回过神的时候，我已经将面前的人推开了。我逃跑了。我借口去方便，飞快的窜进了包厢外的洗手间，因为那在我耳边萦绕的心跳声。随着冰凉的水拍到脸上，我意识到我真的喜欢上了谢乔洛。太可怕了。我拿手机给关月发信息，你找个人装装我女朋友。过了几分钟，放在一旁的手机才弹出信息。发神经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打了关月的电话。我不想和他有瓜葛了。关月哽住，你在害怕吗？程修。我没说话。沉默许久，关月说了一句行之后挂断了电话。回到包厢，里面的气氛有些凝固。我在里面拿了衣服，冲那群人笑，刚刚有点急事。不好意思，失态了。我先走了。谢乔洛3步并作2步往前，一把抓住了我的手。你还没回答我。我回头冲他笑，不行哦，我有女朋友了。场上刹那就安静下来，只剩下杂乱的音乐声在响。谢乔洛的眼眶一下子变得通红，他不可置信道，你有女朋友了？我哑着声音，刚交的，很可爱。谢乔洛他愣在原地，抬眸看着我，不是不处吗？没遇到喜欢的，现在遇到了。他似乎已经傻了，呆愣愣的不会说话。我看着他，眸中嘲弄。谢乔洛，玩玩而已，你不会当真了吧？他一动不动，却像是摇摇欲坠，
真的是玩玩而已吗？你的女朋友呢？我合了合眼睛，等下会来。人小姑娘不喜欢这些。谢乔洛终于抬头看我，他的声音低哑疲倦。你又骗我。谢乔洛丧了气，他的眸子定定的看着我，那里面的感情混杂不清，更多的是疯狂。关月适时而来，程修走了，女朋友在外面等你。从我这个视角看过去，外面确实站着一个乖乖的少女。我抬步而去，迈出几步又转头道别，再见。旁边有人补了一句，程哥从不承认关系。这是真的栽了。他还没说话，就被谢乔洛一记眼刀指住了。我突然听到了一记闷响，是两物相撞的声音。谢乔洛狠狠地捶了墙壁，顿时鲜血直流。我出了门，旁边的关月有些担心。没事吧？我笑笑，全然没有在洗漱间的颓废，怎么可能有事？关月白我一眼，没说你。谢乔洛，我们出来的时候听到了里面的闷响，有什么东西相撞？我沉默了一下。谢乔洛和我不配，谢家小儿子配不得我这种浪子。关月眨眨眼，说白了，你是害怕。害怕？我咀嚼着这句话，别想太多。关月心下有思量，他刚刚回头看了一眼，谢乔洛站在那里。那包厢里面光线昏沉，他半倚着墙，脑袋稍侧，穿着件黑色的冲锋衣，身材挺直高大，此刻微微弓着身子，右手渗着血，却完全感觉不到痛，左手若无其事的掐着根烟。他眼眸漆黑，对视上他的眸子露出了一个笑，那笑都是脾气，还带着疯狂，这可不像没事的样子。关月的眸子转回了我这边，他问的甚至有了几分小心翼翼，如果谢乔洛和别人在一起了，你会怎么样？我吸烟的手顿了一下，那支烟燃到头了，一下子灼伤了我的手指。我轻笑，不怎么样。我不自觉的皱了皱眉，周身是自己都没有察觉到了的力气。从酒吧出来是一条幽深的巷子，关月带着刚刚那个妹子先走了，要将她先送回去。我心里没来由的烦躁，拿了烟却找不见打火机，刚刚还点了烟，应该是放在口袋的时候滑出去了。我转身回去拿的时候，便在进门的时候感觉到了一股巨大的力气，那力气将我强硬的甩到了墙上，随后蒙住了我的眼睛。他扣着我的腰，不知道是谁的情况下，我也不能确定有没有同伙，示意我下意识的沉默下来。你想要什么？我看不见人，但是我明显感觉到了他的动作顿了一下。那人沙哑的声音传过来，程修，谢乔洛。他咬着牙，程修，你凭什么？什么？我追你这么久，你一句话就全他妈给我堵回来了。我罕见的沉默下来，然后哼笑一声。谢乔洛，你当真了？我收了戏谑的神色，几乎是陈述。你这都玩不起。我剩下的话语被堵在唇齿之间。学了这么久，体验却算不上好。他用的力气又大，我眼睛被蒙住，视觉丢失之后，其他感官无比敏锐。我想用手推开，但是我显然小瞧了谢乔洛的力气。我没推开，反而因为反抗的动作激怒了他。他的动作越发猛烈，甚至直接将我的嘴唇咬出了血。我低呼痛，他的理智似乎被我说的话拉回了，他的动作猛地停了一下，他的声音明晃晃的颓废，程修，你别和他在一起，行不行？他那么乖又不浪。他没再说下去，嘴唇的血腥味直达喉腔，我开口的冷漠让我自己都颤抖，关你屁事。谢乔洛，别犯贱。这句话之后是一场久的沉默，空气里面有血腥味，不只是我的，更多的来自谢乔洛。我知道我应该给面前的人一个消化的时间，但寂静的夜里，这句话一直刺激着他的神经。片刻之后，他放开了蒙着我眼睛的那只手。入眸的谢乔洛眼睛通红，他的眼角挂了浅浅的泪珠，手在身侧攥紧成拳。他手上浅浅包扎了一下，但因为他刚刚的猛烈动作，
重新渗出血来。没有了钳制，我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冲他笑。这次的事情，我不会和别人说的。谢乔洛的眸子一下子凶狠起来。程修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他突然冲了上来，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进入了我的鼻腔，让我陷入了短暂的昏迷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躺在一张床上，稍微动了一下手腕，便有沉重的束缚感，手腕被禁锢着。我抬眼去看，就能看到它的源头是旁边的墙壁。我突然觉得有点好笑。我睡的时间不短，此刻喉咙有种顿顿的沙哑感，好渴。我爬了起来，想下床去找杯水喝，却因为脱力而快要摔倒。谢乔洛从外面快步走进来，单手将即将摔倒的我捞进了怀里面。他另一只手端着一杯水，待我坐稳，又伸手拍拍我的背。水杯递到唇边，却被我一把打翻。水杯碎裂，爆出来的水溅湿了谢乔洛裤腿。我盘着腿，直着下巴。哟，牛啊，搞这么得劲！其他东西买了吗？他看着我，眸光划过一丝错愕，淡淡道：“你得喝水。”我对视上他的眸子，声音是我自己都意外的沙哑：“你叫我喝，我就得喝。”你算老几？他朝着门口的佣人招招手，随后另一杯水被递上来。我哼笑：“谢乔洛，你犯法了，知不知道？”他没回答我，捏着水杯的手在半空停住。我沉默一瞬，笑了一下。我现在渴的嗓子都快冒烟。得，让我喝。嘴对嘴。喂，谢乔洛僵硬一瞬。你有女朋友？我环顾了四周，看看四周布景。你说这些有说服力吗？弄我的时候也没见你觉得我有对象啊。他尴尬的沉默一瞬，僵硬的递了过来。我舔了一下唇。谢乔洛攥了攥拳，将那水喝完，一口气亲了上来，像当时我给他渡烟一样。那水流吞尽，在我不注意的时候，谢乔洛还舔了舔我的唇。等喝完，他直了身子。我笑着和他挥手，下次再来，我喜欢薄荷味的牙膏。被关的第3天，我吃了饭，喝了水。谢乔洛常常坐在床尾看我，我们不说话，不做任何事情。我低头看手机，谢乔洛就看我。他似乎很羞怯于明明他是囚禁我，却3、4次被我调戏这个事情。而那手机没有网络，也没有流量，只能玩一些简单的小游戏。但是手机有信号。躺在床上给关月发信息。你说我能不能和他说换个席梦思？关月，你真牛逼。关月，不是说不想再有瓜葛。其实想了想，他不错。毕竟我暗了眸子，想到了当初关月提醒我的话。你是害怕吧？我是害怕。而现在，他直接给我绑了，太他妈刺激了。爱了爱了。在那杯水之后，我们便没有了任何交流。等到第5天的时候，谢乔洛听到了敲门声。这里是个郊外的别墅，是谢乔洛准备好藏我的地方。他的手段实在是太过低劣，这个地方我甚至摸了几天就知道了地址。所以我点了个比萨外卖，大份榴莲芝士比萨 double cheese。 我将手上的手机在他面前晃了晃。看不懂吗？我找人来。你忘记断掉手机卡了，能打电话。他沉默一瞬，看了过来。什么人？我装模作样的想了想，来，把你喉结给我玩玩。我就告诉你。他面上平静的要死，攥紧的手却青筋暴起。他没同意，不吱声。我有点不快，有一击他还能干吗？我说了，我不喜欢你这样的，太老实了。谢乔洛突然飞过来抓住我的手，他抓着我手腕的力气很大，像是要将它掰断。他将我抱在怀中，强迫我将头抬起。你说要教我的，我没学会，你得负责任。他低头去看我，皱着眉，整个人显出一股邪气。他俯身而下，他研磨的极其认真仔细，
眸光温和。我看不见他的眸子，却知道他亲得认真。我抬腿去踢他，放开。谢乔洛看了我半晌，眸子压抑着疯狂。程修，我给你个机会，你现在说爱我，我放你出去。我垂眸看着被我踹倒在地上的谢乔洛，你信吗？谢乔洛，你信吗？别自欺欺人啊！我信啊！谢乔洛张开双臂，像是在邀请我，你主动亲我，我就信你。学花了。程修，你亲我一口，我放你走，这买卖来的是不是很划算？我看着他没说话。我不是很想走，说真的，这里太舒服了。我沉浸在我的思绪中。屋内片刻的安静之后，谢乔洛突然翻身而上，强迫我看着他。他抓着我的手，气氛一下子变得剑拔弩张。我发了狠，想将他弄下去。他看着我，眸子里面的温软不在，全然被戾气取代。他左手扯着手的力道大得出奇，右手又轻柔的摸着我的脸，脖子上传来了金属冰冷的触感。那个时候我才发现，他手上拿着把刀。他不会一刀捅死我吧？我想将他摔下，他却一口咬在了我的手上。拉扯之下，那里很快的出现了一个血色的痕迹，手腕上也出现了一层红痕。他用刀在我的胸口部分比划，我看不到刀，却被感受得到刀的动作。他用刀一个一个将扣子割开，那把刀锋利得要死。我只能听到扣子一个个掉落在地上的声音。他疯狂而痴迷的看着我，眼里透着毫不掩饰的炙热。程修，他喊着我的名字，亲吻浅尝辄止，直到他不小心碰到了他刚刚咬出来的伤口。我痛呼了一声，他像是突然惊醒，翻身而起，伸手扔给我衣服。他慢条斯理的系着领带，看向我的眸子冷冷。你好好待着，你打算把我关到什么时候？他蹙眉想了想，大概等你喜欢上我。他冲我笑，那种神情像极了当时和我要联系方式时那个阳光的笑。随后抬步走了。门口的敲门声停了下来，面无表情的谢乔洛将我点的比萨拿了进来。他冷冷的，但是有点尴尬，要什么和我说。我不是没想过逃出去，但是说实在话，谢乔洛给我请好了假，每天3餐都安排好，要什么和他说一句，甚至还让我打电话。说句不好听的，我像是在度假。谢乔洛忙了起来，绑了我，有他好受的。我无聊的给关月发短信，在吗？打个 FaceTime。谢乔洛给我买了新的席梦思。关月，你还敢给我发信息？关月，我上次给你找的那个妹子，她现在被谢乔洛全程通缉。通缉？关月，谢乔洛疯起来，我们哪个招架得住？谢乔洛端着饭从外面走进来，他穿着白衬衫，将托盘放在床头。他这些时候一直会来和我一起吃饭。他很沉默，像是去餐馆，吃完就把我盘子收走，然后一天都不过来。但是我知道他晚上会偷偷来亲我，隐秘的快感。他低头看我，吃饭了。我看着他，你对我女朋友做了什么？他周身的戾气一下子就浓重了。女朋友？我抬头看他，别为难他。他没说话，只看着我。那你能别为难我吗？我被他说的莫名其妙。我是什么时候为难你了？我做了这么多，你还是想着你那个女朋友？他看着我，将衬衫解开2个扣子。你什么时候喜欢乖的？他看着我，一字一顿，依他有我浪吗？那个乖乖女有什么好的？程修，我的喉咙一出笑。妈的，真可爱。谢乔洛抓着我的手腕，用力至极。我梗他一下，哟，乖乖仔发怒了。现在要干什么？咬人。我的手去摸他的眼睛，手轻轻搭在他的睫毛上面，他的眼睛因为痒意而忽闪。你应该知道了吧？你关着我的人没用。
毛都没长齐，搞什么花里胡哨，像是被揭开了伪装，面前的人一下子的气势就倾颓下来。他看着我，眼泪一滴一滴掉在我的脸上。他委屈道：学长，我没有办法了，你看看我，看看我好不好？明明他自己做了错事，他一哭倒像是我做错了。学长，我哑了声音。谢乔洛，你别哭了，过火了。我抬手去抹他的眼泪。学长，抱抱。他瘫了下来，将头埋进我的颈脖。他将他整个人的重量压在我身上，我有些喘不过气，眼泪掉进我的衣领，有几分痒痒的难耐。谢乔洛有点重，谢乔洛忽的弹了起来。对不起，他有点慌。学长，我抬头看着这人水汪汪的眸子。看你了，我不是一直在叫你亲嘴？如果我不愿意，你还能凭这部还能打电话的手机困住我？小废物！